太子选妃宴前，太子派人给我送来一盒罗子带，造型特别，说画眉最妙。可是罗间画上眉间，却锋利地划破了我的眉，鲜血流了一脸。太子妃绝不许容貌有失，进宫选妃的人选不得不变成了庶妹。庶妹一举中选，成了人人羡慕的太子妃，而我毁了容貌，成了京城中的笑话。我以为是我不小心毁了容貌，却在庶妹出嫁前听到她与太子说：多亏你想到这个法子，在罗子带上做了手脚，毁了姐姐容颜，否则玉瑶如何与太子哥哥长相厮写？若非你出身庶女，母后不同意你为正妃，我也想不出这个法子。太子妃要出自崔家，玉瑶毁了容，那太子妃就只能是你。哼，待你成了正妃，我再迎她进宫为侧妃便是了，绝不负她。原来我不过是庶妹的踏脚石罢了。我急痛之下失足落了湖，死在了太子成亲前夜。人人都说我故意以死相逼太子，让人生厌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太子选妃宴前日。小姐，太子派人送了一盒罗子带来。我怔怔地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眉目如画，整张脸洁白无瑕，还没有被毁容。庶妹玉瑶从外面走了进来。姐姐怎么还不梳妆？时辰快到了。太子对姐姐真好，专门送来了罗子带。姐姐是今日的太子妃莫属了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想着她上一世就这样和太子一起哄骗了我，害我用罗子带毁了容，还装着一脸天真的模样。我拿出一根罗子带递过去，不如送妹妹几根。不行，这是太子哥哥给你的，我如何能用？长姐，我去外面等你，你快梳妆吧，时间来不及了。而我拿着罗子带轻笑起来，早知他们郎情妾意，我早成全他们。这一世，我定让他们心满意足。他还未走出我的院子，只听到我哎呀一声，快来人，叫大夫！然后院子里一片混乱。玉瑶听着心里一喜，姐姐怎么了？说完又要返回我屋子里。大小姐怕是不能入宫了，她刚画眉画坏了，说让二小姐先行一步。姐姐的眉怎么了？可要紧，画坏了再重画便是，怎么不进宫选太子妃？这可是大事。她探头进来，只见我捂了眉，有一丝血迹从指尖流出。她惊呼一声，怎么会有血？妹妹再不进宫，怕是赶不到进宫的时辰了。我一会儿会想法子赶上妹妹，妹妹先去吧，莫让崔府两位小姐都误了进宫时辰。她终于心满意足地点点头。姐姐，那妹妹在宫里等你。太子选妃可是大事，但是众人皆知，皇后已漏了口风，太子妃要从崔家女中选中，说是从崔家选，可是崔家嫡女只有我一人，这太子妃人选无需质疑，其他贵女不过是争个侧妃的位分。可是当太子牵了玉瑶的手，走到皇后面前时，大家还是变了脸色。太子怎么会选崔家庶女为太子妃？皇后沉吟一下，崔家嫡女崔令仪何在？禀皇后娘娘，长姐出门前画眉时不慎划伤了脸，鲜血直流，怕是容颜有碍，没有进宫。她自知容貌已毁，不能再选妃，所以让玉瑶代表崔家进宫选妃，请皇后娘娘明鉴。她的话让众人议论纷纷，怎么会划伤了脸？这么不小心，明知今日选妃，崔大小姐会如此鲁莽。太子扬着声音道：孤看藩邦进贡的罗子带极好，赏了一盒给令仪，想必是他心急，没用过罗子带，一时没把好力度，伤了脸。太子妃不能容貌有损，而玉瑶虽是崔家庶女，但是秀外慧中，知书达理。母后，儿臣心悦玉瑶，想娶她为太子妃。况且她虽是庶女，却也是崔家女儿，不是吗？皇后皱眉，本宫怎么没有接到禀报说令仪脸上有伤？皇后娘娘，长姐喜欢太子，一直想做太子妃，如今容貌受损，她不能接受，还在想法子掩饰，想赶进宫选妃。但是太子妃是储妃，代表国家颜面，岂能因为一己之私而欺瞒于天下？如果到时候让旁人发现太子妃容颜有损，岂不是被天下人耻笑？臣女不愿意长姐为一己之私而欺瞒殿下和皇后，所以将真相告示殿下。太子怜惜地扶起她，母后，玉瑶心善至纯，儿臣很是喜欢，儿臣心意已决，已决定选她为正妃。既如此，来人，拟旨崔氏玉瑶为太子正妃，则即日完婚。玉瑶喜形于色，但是压住脸上欢喜，只是一脸担忧。只是不知姐姐伤了脸，以后要如何嫁人？你真是心善，若你长姐还想嫁入东宫，孤可允她侧妃之位，想必你们姐妹定会相亲相爱，也不会争高下。她容颜已损，有侧妃之位已是抬举，对崔家也有了交代。正说着，我正好走到大殿外，迈步而进。殿下慎言，我居然不知我何时容颜受损。我一进到大殿，所有人都看了过来，我完全没有容貌受损的样子，脸上画着京中最抒行的梅花妆，眉尾的梅花钿也美得惊人。我扶着丫鬟的手，稳步走到皇后娘娘面前。娘娘明鉴，太子选妃是国之大事，能获太子和娘娘青眼者得，
令仪虽未中选，却也心服口服，但是却不是容貌受损这个理由。太子可以说喜欢庶妹的模样，怜惜她的乖巧，心疼她的出身，但却不能说是令仪容貌受损而弃嫡女选了庶女。太子看我眉尾的花钿，眼神中闪过得意。令仪，我知道你是用我送的罗子带画眉毁了容，这是你自己画眉不当，却不能因为想做太子妃而说谎。我属意你做太子妃，但是如今你这模样，我如何能选你为妃？我与你做侧妃已是不易，你是崔家嫡女，当知做太子妃的重要，身体发肤绝不能有瑕。我退后一步，令仪从未说过要做太子妃，进宫选妃是因为皇后娘娘的旨意，而且我不明白，为何太子妹妹言之凿凿，一口咬定我毁了容。我如今这模样，到底是哪里毁了容颜？妹妹，我自认待你不薄，为何你要如此害我，要毁我名声？我没有，张姐，我不是故意说出你毁了脸的事情，只是事关重大，我不想你骗了殿下，到时候闯下泼天大祸呀。他指着我眉尾的花钿，姐姐还想掩饰什么？你难道用花地将伤口掩住，便能骗过大家吗？我冷笑着，长姐平日说我是庶女出身，不配为高门正妻，入宫选妃也只是你的陪衬。可是如今太子殿下选中了玉瑶，这也并非玉瑶的错。太子错身挡在他的面前，有些不耐地看着我。令仪，我一直以为崔家嫡女端庄大气，不是那样斤斤计较之人，没想到你为了一个位分却如此心计，实在让姑失望。你说你没有划伤脸，你可敢当众把花髻拿下？贵女们一片哗然，女子当众卸妆，可是奇耻大辱，何况还是崔家嫡女。太子要我当众卸下花钿，已是打崔家的脸面了。这也过分了些，就算知晓崔小姐脸上有伤，何止于要人当众出丑？这崔家庶女好本事，引得太子这般处处维护，看她信誓旦旦，难不成大小姐脸上真的有伤？崔令仪的容貌无人能出其左右，若有伤也可惜了。太子不可无礼，崔家嫡女岂可当众卸妆？殿下，那花地是挡着伤口的，你这样岂不是要姐姐当众出丑呢？太子冷笑看着我，怎么，你不敢吗？皇兄也太咄咄逼人了些。崔大小姐名门贵女，你当众要人除下花地，不管是不是，你这都不是君子所为。是三皇子元景，也是皇后的嫡幼子。他走到我的身边，看向皇后，母后，皇兄此举实在唐突，不管如何，他都不该当众辱了崔大小姐的清白和颜面。太子一声冷笑，元景，崔令仪是姑的侧妃，姑让她除下花钿，与你何干？要你多嘴。太子殿下，令仪从未答应过要入东宫做侧妃。我看向元景，多谢殿下相帮。崔令仪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过一个花地而已，他还决定不了我的人生。说完，我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轻轻地将眉尾的花钿除了下来。我的眉尾光滑如玉，什么也没有，更别提什么伤口，什么毁容。众人惊呼起来：这是好好的呀，崔二小姐为何一口咬定大小姐毁容？莫不是骗了太子，想自己当太子妃，所以一直冤枉大小姐容貌已毁？谁知道里面有没有她的手脚？庶女都是心计深。玉瑶正得意的要看我出丑，如今看我脸上毫无伤痕，不由得惊叫出声：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受了伤，我明明看到你捂着眉毛的手上都是血。我展开手心，上面还包着纱布。妹妹说的是我手心吧？今日早上画眉时不小心伤了手心，所以出了血。不过大夫说只需好好养着，不能留下疤痕。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说受伤让我上当。妹妹在说什么？早上我的丫鬟不是告诉你，我画眉时受了伤，何时说过我脸上受了伤？不过我误了选妃的时辰，还未恭喜妹妹被选为太子妃。我看向太子，太子是要好好查一查身边的人，为何送到崔府的罗子带里面却藏有尖利之物？若非我的手先触了罗子带便受了伤，才发现有鬼，或直接画眉，怕是如今已酿下大祸。太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还有这样的事？皇兄，你身边的人要好好查一查，若下次送别的东西，酿成大祸就不好了。皇兄事忙，我可以帮皇兄查清楚，保证查得一清二楚。不必了，姑自己查即可，不用劳烦二弟了。他看向我，是姑误会了你，如今已选了玉瑶为正妃，但是你放心，你虽为侧妃，我会求母后经允，以侧妃之位迎你进门。我打断他的话，退后一步，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。殿下，请恕令仪不能从。崔家女绝不会与人为妾。太子面色不好看起来，这可是太子侧妃之位，怎么会是妾？我笑了。殿下，侧妃不过是名字好听些的妾罢了。我崔令仪
崔家金尊玉贵养大的嫡女，若给人做妾，那崔家日后姐妹便都不用嫁人了，百年清誉便毁在令仪身上，请恕令仪不能从。殿下既然选了妹妹，她虽是庶女，却也是崔家女儿，与别的高门贵女无不同。祝妹妹和太子殿下百年好合，鸾凤和鸣。殿下，算了，姐姐向来骄傲，她怎么会居在我的位分之下？不若过段时日，等她气消了，我再好好和她说说。实在她不肯，大不了我让她做正妃，我做侧妃。玉瑶只愿与太子殿下长相厮曲，不在乎这些身外名。太子看向我，你落选太子妃，我又属意你做侧妃，你觉得京城中还有谁会娶你？谁会与孤强女人？是不要脑袋了吗？他居然连威胁的话都说了出来。正在这时，有人站了出来，是三皇子元景。他长身玉立站在殿中，大声说道：母后，今日皇兄选妃，不如母妃也为儿臣选一个正妃才是。儿臣觉得崔大小姐端庄聪慧，知书达理，儿臣想求娶她为正妃，请母后恩准。皇后欣喜地看着元景，本以为与崔家嫡女的婚事要落空，因为太子选了庶女，我是绝不会再嫁太子。太子正妃是个庶女，本就让他恼怒，好好的婚事被破坏了。可是如今三皇子求娶的话，崔家的婚事就还在皇家，只要崔家的人脉和资源能为他的亲儿子所用，他也不在乎受益的是太子还是三皇子。有眼色的命妇和夫人们早已附和。皇后娘娘，这三皇子和崔大小姐真是天作之合啊！对呀，这真正是天赐良缘，谁知错过一个还有一个呢，这才叫上天注定。皇后扶起我，令仪是我最中意的儿媳妇人选，如今景儿要求娶，这真是再好不过。本宫会亲自给你们赐婚，必定将婚事办得风风光光的。太子急得打断他的高兴。母后，令仪是孤选中的侧妃，她本是要嫁入东宫的。皇后沉下脸来，太子，你已选了正妃，侧妃人选母后心里有数，你不必再说了。崔家怎么会将2个女儿嫁给同一个皇子？休得再说！我与庶妹要同时嫁入皇室的消息传回了府。我的马车刚回到府，人刚进门，母亲已从府里迎了出来，脸上都是急色。我从皇觉寺回来，才知道选妃提前了，又说你被毁了容貌，母亲吓得半死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怎么你从太子妃变成了三皇子妃？我拉着母亲的手，低声将事情一一向她说明。母亲忙抚了我的眼睛，看着我完好无损的脸，咬着牙恨恨地道：那个崔玉瑶真是好手段，居然背地里勾搭上太子，要毁你容貌。崔家锦衣玉食养着他，还填不满他的野心，居然连嫡姐都敢算计，好得很。玉瑶一进门，逆女，跪下！你做的好事，居然敢算计你的长姐！你是不是打算她毁了容貌，你就顺理成章成了太子妃？玉瑶跪在地上。父亲，你向来疼爱姐姐，可是我是冤枉的。那罗子带是太子送的，女儿什么也不知晓啊。而且太子妃也是太子选定的，我怎么敢反抗？为了崔家，只能应下。太子可是好算计，让你做太子妃，毁了令仪的容貌，让她做侧妃。崔家2个女儿都落在她手上，崔家只能被她所用。好算计，好心机啊！然后看向玉瑶，你既然这般厉害，为自己争取了一门好亲事，那便如你所愿，你便去做你的太子妃。但是也不要说是我崔家的女儿。玉瑶不可思议地看着父亲，我也是你的女儿啊。我为何为自己争一门婚事？是因为你偏心长姐，只为她考虑，从不为我考虑。太子可是好算计，让你做太子妃，毁了令仪的容貌，让她做侧妃。崔家2个女儿都落在她手上，崔家只能被她所用。好算计，好心机啊！然后看向玉瑶，你既然这般厉害，为自己争取了一门好亲事，那便如你所愿，你便去做你的太子妃。但是也不要说是我崔家的女儿。玉瑶不可思议地看着父亲，我也是你的女儿啊。我为何为自己争一门婚事？是因为你偏心长姐，只为她考虑，从不为我考虑。我看着她得意的模样，轻笑一声：崔玉瑶，东宫太子妃，除了你，我一点兴趣没有，更别提太子侧妃。
你放心的待在东宫吧，无人与你抢那个位置。父亲吩咐下人怒斥道：二小姐从今日起禁足，没有我和夫人的允许，不许踏出府一步。夜里，父亲与我长谈，想必太子一定不会死心，怕是还会纠缠不清。毕竟皇后赐婚的圣旨未下，一切都做不定局。果然，第二天一早，丫鬟便来说，太子带了礼物已进了太傅府，说要给我赔礼道歉。他是太子，若我不见就是大不敬，我只能出来见他。太子一见到我，便一脸的愧疚地说：是姑想差了，也想得太简单，没想到差点害了你。只是玉瑶实在可怜，她是庶女，若她进东宫还是侧妃，怕还是被人欺负看不起。所以我想你们是姐妹，必不会计较。但是母后属意于你是正妃，我没办法，想着或你脸上有悔，母后便会同意我娶另一个崔家女。但是我想过了，这罗子弟只能让你眉间受悔，而我不会计较你变丑的模样，我会娶你为侧妃，这样你们姐妹都能同进东宫，岂不成了一段佳话？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男人，居然把毁掉一个女子的容貌说得如此理直气壮，这人居然还是我们天朝的储君，实在令人心寒。他看着我，想着以他的真诚，我必感动不已。我却上前一步，朗声问道：太子殿下，你明知女子容貌有多重要，你还故意毁我容貌，你居然毫无悔过之意。可是我说了我会娶你为侧妃，我会负责的呀。我被气笑了。殿下，所幸令仪无需嫁你，如今皇后娘娘已将我许配于三皇子，以后此事就不必再提了。太子急了，令仪上前一把拉住我。这太子正妃之位，你就这么想要吗？可是若是皮夺了玉瑶的太子妃之位，你让旁人怎么说你？会说你小气，对你名声不好啊。而且我说了，我不会专宠玉瑶，我对你们的宠爱必是一样的。我甩开手，大可不必，我不会嫁一个满心算计要毁我容貌之人，而且你这般所作所为，实在令人不齿。令仪，或你真的这么在意位分，那太子正妃还是让你来做。太子皱着眉不悦，但是又无可奈何的样子。玉瑶懂事乖巧，想必不会计较这个。加上你如今容貌无损，又是崔家嫡女，想必换一个位分，母后必定愿意。他理所应当的觉得想娶谁便能娶谁的模样，实在让人不齿。太子皇兄是说要娶我的王妃吗？难道皇兄忘记了母后已说为我与崔大小姐赐婚，她如今是我的未婚妻，皇兄怕是忘记了。从花厅外传来三皇子远景的声音，他迈步进来，手里提着一篮花递给我。今日母后院子里花开了，我摘了一枝给你插瓶，没想到皇兄也在。我笑着接过花篮，多谢殿下，我很喜欢这花。我倒知晓京郊有一处赏花极好，不知殿下可有空，可以一同赏花。远景笑得儒雅。我今日正是来邀你去赏花，没想到我们想一处去了。太子脸色发青。远景，你可知你在干什么？你在与我抢人！皇兄，远景无奈的一摊手，这是御赐的婚事，父皇已知晓此事，极是高兴，已安排礼部拟旨，怕是圣旨今日便会下达。这样的赐婚，怎么算得上与皇兄抢人？何况皇兄不是当着众人说了，心仪的是崔二小姐，会娶她为太子正妃吗？满殿的命妇和贵女皆可作证啊！太子恼羞成怒，正要发火，玉瑶怯生生地站在门外，穿着单薄的裙子，怔怔地看着太子，眼里都是泪。太子殿下，你不要玉瑶了吗？你后悔选我为太子妃了是吗？说完，眼泪已如滚珠般落下。我见犹怜，楚楚可忍。往日里太子见他楚楚可怜，便心生怜惜，可如今却莫名的有厌烦之心。你哭什么？身为太子妃，要为孤分忧解难，如若可以助孤一臂之力的，让出太子妃位又有何妨？难不成你和那些爱慕虚荣的女子有何区别？你不是说愿意与我在一起，不论名分你也心甘情愿的吗？玉瑶上前扯住他的衣角，只泪眼连连。玉瑶实在害怕，怕殿下心里有了别人，不再联系玉瑶而已。我与三皇子懒得再听他们的话，相携出了府，上了马车，直奔了京郊的梅林。赏梅归来，还摘了几枝献于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凤颜大悦，果真是世家女出身，知书达理，再大的风浪也不形于色。就是不做太子妃又如何？如今与我皇儿也是天作地设的一双人。而他跟前站着的，正是跟着太子进宫，侍奉在皇后跟前的玉瑶。而皇后宫中还有几位贵女，皇后正要为太子选取侧妃，看见远景送了梅花还未离开，不由问：景儿，可要为你选2个侧妃？正好母后这里还有几本画册，你看看。远景忙道：母后，
儿臣不恋眷儿女私情，有王妃一人足矣，不会再娶侧妃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便是儿臣的想法。在场的贵女心生羡慕，而一旁的玉瑶则咬碎了牙，因为刚刚皇后为太子选了2个侧妃，太子一点没犹豫地答应了，还喜气洋洋，因为侧妃母家一文一武，正好有助于他。对比之下，三皇子对侧妃的拒绝让玉瑶心生嫉恨，不由抢笑着说：“嫁入皇家不比寻常人家，姐姐是崔家嫡女，一定比我更贤良。就算是殿下娶侧妃，她必不会说什么。殿下又何必负了京中女子的心？谁不知晓，三皇子军功赫赫，不知是多少贵女的春微梦中人。”太子妃此事差矣，一个人若是真心喜欢对方，想必是想一生一世一双人的。女子生存本就艰难，何况嫁于皇家。我不想令仪嫁给我后不开心，我也许诺她这一生只有她一位妻子。太子妃大度，想必是皇兄的福气，这样的福气只有皇兄享用了。看太子妃这般大度，上次皇兄在我府上看中的歌妓，不如就送给皇兄做个侍妾，想必太子妃也不会介意的吧。太子大喜，而玉瑶则脸色煞白，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而他此番行事却让皇后皱紧了眉。到底是庶女出身，小家子气，一点小事便来邀功，以为为夫君纳妾就是贤良，殊不知宫中女子贤良算得什么优点，毫无用处。若非太子当初坚持要娶她为正妃，我实在不想认下这个儿媳妇，只希望太子的2位侧妃入东宫后早日生下长子才好，到时候本宫自有筹谋。一句话将玉瑶的美梦打碎。皇后看不上她庶女的身份，更希望生下太子长子的人是侧妃，因为身份尊贵，比她更适合生下东宫的长子来。太子大婚，太傅府还是为玉瑶备了一份嫁妆，玉瑶却哭闹不休，只说嫡母苛待她。母亲为姐姐准备了100多台嫁妆，为何我的只有几十台？这是我的吩咐，你长姐的嫁妆由她母亲备下，你的嫁妆只按太傅府的规矩，庶女出嫁48台。因为你嫁入东宫，为父多为你备了20台，你还想如何？难不成府里的钱财全为你备了嫁妆？那其他姐妹又将如何？若你不满意，自可不要崔家的嫁妆，不做崔家的女儿，让太子为你准备即可。玉瑶不敢再吭声，若无太傅府做后台，怕是连东宫的大门也进不去。她只能抬着这几十台的嫁妆嫁进了东宫。宫里可是看人下菜碟的地方，一个堂堂太子妃以几十台嫁妆嫁进东宫，马上成了宫里的笑话，连坐在洞房里都能听到宫女在门外说闲话。听说柳侧妃府上可是备下了100多台嫁妆呢。别说了，2位侧妃是3日后进东宫，到时候我看着太子妃啊，未必坐得稳。宫里就没见过这么寒酸的。皇后娘娘也不喜欢这门婚事，连赐给她做头1台嫁妆的玉如意都不是满翠的。你听说了没？三皇子下个月大婚，皇后娘娘可是准备亲自出席呢。我都听说了，赐给三皇子妃的嫁妆有几胎可是皇后娘娘的嫡子，三皇子妃可招皇后娘娘喜欢。别说了，等2位侧妃进宫，这才好看呢。玉瑶听得又羞又气，等了太子进来喝锦酒时，她忍不住爆发了：“你便是这样让下人打我的脸？知道我是庶女出身，也不会为我添妆，让我寒酸嫁进来。我面上无光，对你有何好处？”太子大怒：“没有嫁妆与我何干？我为何要与你添妆？你可知三皇子为长姐添妆便是几十台，满京城都在说我抢了长姐婚事，结果却成了笑话。我可是太子妃，你的侧妃都比我更有面子。”太子一甩袖子，连合卺酒都不喝了。大婚之夜你便如此这般无状，实在让姑失望。你好好冷静冷静，今日便一个人歇着吧。太子与太子妃大婚之夜没有洞房的消息，第2天传得满城皆知。皇后大失所望，你们2人是储君与储妃，却不知轻重。大婚之夜闹得满城风雨，徒让自己成了笑话，实在可笑，让本宫失望至极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回去好好反省，好自为之吧。3日后，太子侧妃嫁进东宫，太子倒是乖觉，与2位侧妃都浓情蜜意的成了礼，过了洞房花烛。这一下，侧妃比太子妃更快的全了周公之礼，这让玉瑶更成了笑话。一夜之间，她像是失了宠。太子喜欢2位侧妃的家世，母家位高权重，又温柔和顺，更让他喜欢。连陪太子妃回太傅府娘家3日回门时，太子都黑着脸。为了争宠，听说玉瑶想尽了法子，听说连陪嫁的丫鬟都开了脸，在屋里给太子做了侍妾，才得了太子一个笑脸，与他圆了房。1个月后，我与元景大婚时，玉瑶以太子妃的身份回府添妆。这是母后赏下的玉如意，
我送与你天妆，也好放在嫁妆第一台，长个面子。我轻轻一笑，怕是有负妹妹的心意了。嫁妆的前面10台都是皇上和皇后赏下的天妆，怕轮不到妹妹这柄玉如意。玉瑶看向院中的嫁妆，喃喃地说：“怎么可能？你只不过是皇子妃，怎么可能赏这么多？给崔家嫡女的嫁妆，肯定跟给庶女的不一样啊。虽然是太子妃，又如何呢？对啊，三皇子可是帝后最喜欢的嫡幼子，而且三皇子战功赫赫，他怎么好意思比？”我与远景的婚礼举行得很隆重，而且很顺利。待第2日与三皇子一起进宫给帝后请安，看到太子带着正妃、侧妃一起出现，2位侧妃一左一右站在太子身边，太子妃反倒落了下圣。上了大殿要坐下时，2位侧妃因为争位差点动了手。皇后一拍桌子：“够了！太子，你的后宅如此混乱，你便放任不管？太子妃无能无力掌管东宫的话，吴嬷嬷，从今日起，你便到东宫，替太子妃好好管管。”太子和3位妃子被皇后一顿训斥，连皇上都不想再理会他，只留了三皇子去书房说话，而早早打发了他们几人回宫。因为远景大婚后，皇上说他也算成家立业，开始把一些药物交于他处理，他都办得极好，甚得朝臣和皇上的称赞。而父亲也用崔家的人脉为他铺路。没出半年，远景在朝中隐隐有了压过太子之事。听说东宫里太子和太子妃大吵了一架，太子责怪太子妃对他毫无帮助，只会用这庶女的出身拖累他，还不如将正妃之位让出来，让侧妃有贤能者来当。他甚至放出话来说，哪个侧妃先生下长子，便有可能抬为正妃。这话无异于给崔玉瑶重重一击。他四处寻医求药，想早一步怀上子嗣，不料太医都支支吾吾。他觉得不对，寻了宫外的大夫悄悄把了脉，这才知道他不知何时喝下了大寒的药物，如今寒气入体，恐怕是不能有子嗣了。太子妃若不能有子嗣，这个后果不言而喻，这恐怕是太子或是皇后受益，他们不想他生下储君的孩子。这也意味着，想必就算日后太子登上大宝，他也与后位无缘了。他像疯了一般，猩红着眼质问太子为什么，太子却轻描淡定地说：“既然知晓，又何必再问？你的身份若生下长子，对孩子并不是好事。你出身实在上不得台面，当初我选你做太子妃，实在太草率了。我如今后悔也晚了。但是你放心，你就算没有子嗣，我也不会不要你。日后荣华富贵也是少不了你的，只是后位你便别再奢望了。”说完，太子甩开他，径直地离开了，头也不回。大家都以为崔玉瑶怕是会大闹一场，没想到他居然认命了，不哭不闹，反正还时不时炖了补汤去看2位侧妃。东宫内宅居然变得和谐无比，直至皇后寿辰，我因为闻着鱼腥作呕晕了过去，被太医诊出有了喜脉。帝后大喜，流水一般的赏赐赏下来，看我的眼神又疼爱又是喜欢。远景更是在我身边手忙脚乱，恨不得喝口水都喂到我嘴里才好。而双亲在席上得知，也喜形于色，高兴得不得了。皇后又不满地看着太子：“按理说你比你皇帝成亲更早，3位妃嫔怎么一个都没有身孕？不如趁着太医在，让太医看看。”结果却发现了大事，太子和2位侧妃被下了大寒的药物，怕是不能再生养了。去查，这是谁干的？谁敢害太子绝嗣？没等下面的人有所动作，崔玉瑶已站了出来，镇定自若：“不必查，是臣妾所为。”他仰着头直视着太子，太子可是震惊，心痛莫名。那太子可知晓臣妾得知被你决议之后的心情？对自己选定的太子妃下药，这样的人岂配为储君？既然如此，那大家都别生了。此药是臣妾所下，臣妾愿领罪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整座大殿瞬间陷入死寂，连落针的声响都清晰可闻。满堂王公大臣、世家命妇、宫中嫔妃全都噤声不语，一双双眼睛惊愕地落在崔玉瑶与太子身上，空气中弥漫着压抑到极致的慌乱。太子浑身一颤，脸色由惨白转为铁青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再也维持不住平日里温润储君的模样，跨步上前怒目而视：“崔玉瑶，你简直疯了！孤待你荣宠有加，立你为太子正妃，享尽东宫尊荣。你简直就是丧心病狂，断绝皇家子嗣！你可知这是株连九族的大罪？”崔玉瑶仰头狂笑一声，眼底翻涌着积攒多年的委屈、怨毒与不甘，半点不肯退让。荣宠有加，太子也配说这话？当初是你主动寻我合谋，用做了手脚的罗子玲算计嫡姐崔令仪，一心只想利用我坐稳太子之位。事成之后，你转头便嫌弃我庶女出身，怕我生下长子碍了你的前程，暗中给我寒毒汤药，生生断了我做母亲的资格。你先负我在前，凭什么不许我拉着你一同沉沦？他转头看向端坐榻上的皇后，
语气带着刺骨的嘲讽。皇后娘娘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你从来就瞧不上我这个庶女太子妃，默许太子对我下手，一心盼着那2位家世显赫的侧妃诞下皇嗣，好架空我取代我。你们所有人都把我当成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。皇后勃然大怒，凤目含煞，手指向玉瑶，放肆！满口胡言，污蔑皇室，挑拨皇家骨肉君臣情分。崔玉瑶，你真是无可救药。2位太子侧妃吓得花容失色，紧紧依偎在一起，泪眼婆娑地看向皇帝，怯生生哭诉崔玉瑶心肠歹毒。满殿朝臣低声议论，看向太子的眼神满是鄙夷与失望。堂堂储君，后院阴私算计正妻，最终落得被反噬的下场，实在有失储君风范。我指尖温柔地摩挲着小腹，安静靠在远景身侧，神色淡然无波，静静看着这场闹剧。远景长臂不动声色将我护在身侧，眉眼附着一层冷冽，冷眼旁观，不掺和半句纷争。皇帝龙颜震怒，胆大妄为，谋害皇嗣，祸乱东宫，当众污蔑皇室，禁军何在？即刻将崔玉瑶拿下，押入天牢候审。殿外禁军闻声列队而入，上前一左一右扣住崔玉瑶的双臂，压着她缓步走出寿宴大殿。崔玉瑶没有挣扎，行走间还回头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眼底满是嫉妒与怨怼。可就在禁军压着她行至宫门外的青石甬道，正要拐往天牢方向时，2道黑衣蒙面人骤然从宫墙暗处飞身跃出，身法迅捷凌厉，直奔崔玉瑶而来。周遭禁军大惊失色，立刻拔刀阻拦。可黑衣人招式狠辣，招招直奔要害，瞬间冲破阻拦。不等众人反应过来，一柄短刃已然刺入崔玉瑶心口。崔玉瑶浑身一僵，难以置信地低头看着胸前浸染开来的血色，连一声惊呼都来不及发出，身子直直软倒在地，当场没了气息。黑衣人一击得手，不恋战，身形一晃便掠入巷陌深处，转瞬消失无踪。大殿内众人听闻宫外骚动，纷纷探头张望。很快有侍卫匆匆入内禀报：启禀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太子妃崔氏被蒙面刺客当街刺杀，已然殒命，刺客已然逃窜，暂时追查不到踪迹。满殿哗然，人人面色惊变。皇帝震怒至极，当即下令全城戒严，封锁所有城门，彻查宫中内外，务必捉拿刺客。可黑衣人行事干净利落，没有留下半点线索，查了数日依旧毫无头绪，最终只能定性为仇家寻仇，私下灭口。崔玉瑶一死，所有矛头尽数指向太子。朝臣们本就对太子平日行事偏颇，疏于善待东宫正妃，致使东宫子嗣凋零一事心存不满。如今太子妃离奇被刺杀身亡，更是引得朝野流言四起，皆言太子德行败坏，治家无方，根本不配居储君之位。百官接连呈上奏折，联名恳请皇帝废黜太子储君之位。绝嗣本就是皇家立储大忌，在家德行有亏，后院祸乱不断，皇帝早已对太子失望透顶，没有半点犹豫，很快便降下废太子诏书。太子被废黜储君之位，贬为庶人，勒令即日发配青州，无诏永世不得回京。而后皇帝感念三皇子远景品性端正，战功赫赫，办事沉稳靠谱，又有崔家朝堂人脉鼎力辅佐，下旨册封远景为新任东宫太子。而我作为远景的正妃，顺理成章被册立为当朝太子妃，帝后百般恩宠，赏赐流水般送入三皇子府。数日之后，正是废太子带着2位侧妃离京发配青州的日子，也恰逢我与远景入宫接受太子、太子妃正式册封大典。皇家仪仗浩浩荡荡行在宫门前长街，新太子远景的鎏金车驾规制华贵，威仪赫赫，侍卫宫人列队随行，气场盛大。街边僻静处，一辆简陋陈旧的轻油布马车孤零零停在一旁，正是废太子的离京座驾，寒酸落魄，连路人都忍不住侧目打量。两车擦肩而过之时，晚风轻轻掀起破旧马车的帷布，我清晰看见废太子憔悴枯槁的面容，他死死望着我们华贵的太子车驾，眼底翻涌着无尽的悔恨、绝望、不甘与嫉妒，复杂到难以言说。我端坐在车中，身着规制严谨的太子妃朝服，安然依偎在远景身侧，神色平静无澜。从前的算计、争斗、纠葛，都随着崔玉瑶的身死、太子的废黜，彻底尘埃落定。我们的人生早已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，从此再无交集。车驾稳步向前，朝着皇宫深处缓缓驶去。宫外内侍高声扬唱，声音绵长回荡在长街之上。迎太子、太子妃入宫。前路荣光坦荡，岁月安稳，往后余生皆是顺遂无忧。